曾经花120万才能抢到的劳力士，如今在二手市场上连40万都无人问津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一个时代的注脚。过去10几年，中国人对名表的狂热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。劳力士、百达翡丽、江诗丹顿、爱彼这些欧洲品牌被奉为身份的护照。一句穷完车、富完表，几乎成了炫耀财富的标准答案。但现在故事彻底反转了。根据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的数据，2024年瑞士手表出口中国大陆金额暴跌26%，出口香港也下跌19%，这几乎是一个市场崩盘级别的数字。更扎心的是，原本一表难求的劳力士，如今在二手市场上跌得一文不值。二手市场数据显示，劳力士绿金迪曾经巅峰时能炒到120万元，如今市场价只有40多万。五珠链红蓝圈从20多万跌到14万左右，缩水幅度超过30%。百达翡丽热门款更是无人接盘，部分款式甚至跌破发行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曾经象征财富自由的名表正在被中国人集体抛弃。中国的中产阶级曾是奢侈品的顶梁柱。数据显示，过去10年，中产阶级在奢侈品消费中的占比高达25%，贡献了近40%的销售额。然而，现实正在发生巨变。根据摩根士丹利2024年研报，过去2年，奢侈品在中国市场的增长动力明显下滑，而主力军中产阶层正在迅速退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钱袋子真的空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9,218元，同比增速只有4.6%，还跑不赢物价。同期，中国城镇失业率维持在5.1%左右，但在35岁以上人群中，真实失业率远高于官方数字。2024年，全国涉零总额同比仅增长2.9%，创下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之一。也就是说，大多数中产的收入停滞甚至倒退，但奢侈品价格却在不断上涨。结果显而易见，他们不再敢买了。根据36氪调查，80%的受访消费者表示弃坑奢侈品，认为不值得、不划算。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消费降级。奢侈品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，过去10年，高净值人群将手表视为可流通的资产，因为劳力士等品牌在二手市场流动性强，甚至一度被称为硬通货。但这层神话已经破灭。2024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显示，过去2年，高净值人群对奢侈品的投资兴趣大幅下降，转而把目光投向黄金。数字说明一切。2024年，中国黄金消费量达到1089吨，同比增加8.8%，创历史新高。即2024年下半年，中国投资金条和金币需求同比飙升超过20%。相比之下，高端手表的交易量却持续萎缩，二手价格全面下跌。一句话，黄金成了避风港，名表变成了烫手山芋。中国的中产阶级一度是奢侈品市场最忠实的拥趸，他们为了一块表可以咬牙花掉几个月工资，为了一个包可以背上消费袋。但现在他们算起账来了。奢侈品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，2023年至2024年，45%的中产阶级奢侈品消费下降，其中腕表、箱包、化妆品均受波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终于发现了投入产出比。买一块几十万的劳力士，除了炫耀和保值，其实并没有太多实用价值。反而一块几千块的苹果手表，能检测心率，能回消息，还能当运动手环。于是，智能手表和国产潮牌迅速填补了市场空白。数据显示
2024年，中国智能手表出货量达到4050万块，同比上涨16.7%。华为、荣耀、小米等国产品牌占据70%以上的市场份额。对比之下，劳力士的销量跌入冰点。这是一个讽刺，过去中国人拼命模仿欧洲，现在他们开始选择实用而不是面子。还有一个被忽视的细节，买手表的那批人正在消失。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，中国第一代暴富人群，煤老板、地产商、工程承包商手里有钱，但没什么消费选择，于是他们一窝蜂地买劳力士、百达翡丽，用来证明自己地位的升级。而今天，新兴富裕群体不再追随这种逻辑，他们更多来自互联网、医疗、新能源行业，消费更个性化、更务实。他们不再把劳力士当作身份的必需品，反而会去买国产设计师品牌，或者干脆投资在收藏、艺术品上。于是，传统意义上的手表刚需正在崩塌。过去名表是炫耀的起点，现在它成了负担。中国有个独特的消费现象，面子经济。买房不是为了住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混得不差；买车不是为了代步，而是为了给亲戚看；买名表不是为了看时间，而是为了彰显身份。但问题是，当收入停滞、债务高企、房价下跌，面子还能撑多久？2024年，贝恩咨询发布的《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》显示，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同比下滑12%，这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出现明显收缩。在细分品类中，高端腕表下跌幅度最大，销售额腰斩。同时，超过55%的受访中产阶层表示，未来1年不再考虑购买奢侈品。这意味着一个残酷的事实：过去支撑中国奢侈品繁荣的虚荣心，正在被冷冰冰的账单和房贷压碎。为什么中产会消费降级？因为他们的日子实在太难了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4年的一份报告揭示，中国居民杠杆率达到65.1%，高于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。城市家庭平均负债规模超过72万元，而人均存款却不到8万元。换句话说，大多数中产其实是负债中产。更糟糕的是收入。根据智联招聘的2024年白领就业市场报告，白领平均薪酬只有10420元每月，同比下降约3%。其中，金融、互联网行业降幅最大，很多人年终奖腰斩，甚至直接消失。35岁以上职场人群被裁员风险持续上升，失业焦虑成为常态。当房贷要还，孩子要上学，物价还在涨，中产根本没有余力再去买一块几十万的手表。一句话，面子撑不下去了，里子比天重要。讽刺的是，当瑞士名表在中国市场跌落神坛，国产智能手表却迎来了春天。IDC 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智能手表出货量突破4000万块，同比增长16.7%。华为、荣耀、小米、OPPO 等品牌牢牢占据前5名，市占率超过70%。其中，华为高端智能手表平均售价超过2000元，已经开始挤压入门级瑞士表的市场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国年轻人对智能手表的态度完全不同。对他们而言，一块能监测健康、能刷公交、能移动支付的手表，远比一块只能炫耀的劳力士更划算。这是一场消费观念的代际更迭。过去10年，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建立在一个集体幻觉之上，只要买得起，就能证明自己向上流动。但现实是，2024年起，奢侈品不再等于财富自由，而是债务陷阱。南方周末报道过一个故事：深圳一位中产家庭，夫妻2人年入约60万，
房贷每月还2.8万。为了面子，丈夫买了一块百达翡丽，花了将近60万。结果不到2年，二手市场只能卖40万。与此同时，孩子的国际学校学费却年年上涨，家庭几乎被压垮。这样的故事不再是少数。奢侈品的魔法正在中产的苦日子里加速破碎。接下来会怎样？贝恩预测，2025年至2026年，中国奢侈品市场仍将维持低迷，不会再有过去那种高歌猛进的奇迹。与此同时，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方向已经发生转变，他们更愿意买黄金、房地产，甚至海外配置，而不是劳力士这种高溢价但保值性不断下降的商品。中产的消费趋势也在改变，过去他们习惯于买奢侈品来撑面子，如今不得不转向买实用品。智能手表、国产潮牌、性价比商品正在成为新宠。对于奢侈品品牌而言，这意味着不得不重新思考在中国的市场战略。路易威登、香奈、劳力士们必须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，否则就会持续亏损。斯沃琪集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2024年净利润暴跌70%，2025年上半年依旧下滑。一块表的沉浮，其实是中国中产的写照。从炫耀到谨慎，从挥霍到精打细算，这不是某个品牌的悲剧，而是整个社会心态的转变。当中产连劳力士都不敢买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消费故事就已经悄悄改写。有人说，看一个国家经济好不好，不要看 GDP， 而要看普通人敢不敢花钱。曾经，中国人敢花几十万买一块表，因为他们相信未来会更好。如今，他们不敢了。房子卖不动，工资涨不动，存款见底，债务压身。炫耀的时代过去了，现实的冷风吹进来。当劳力士都卖不动的时候，说明真正的危机已经到了中产的家门口。这不是高端手表的困境，而是中国社会的困境。一块表照出了一个时代的真相：繁华褪去，中产坠落。